吴总，真的事事如期，局局新。本来以为说3月31号两大国有川普跟习近平要见面，两个大国的元首见面，可以让这个世界的局势稍稍的稳定下来。但川普又发飙了，川普人讲，你中国如果不来护航这个哈尔木兹海峡，90%油是从那过去的，90%的油这个安全应该是跟你中国有关，跟我美国有什么关？这个油我只有占2%，占3%，占2%、3%就要我美国海军来负责，天底下没有这种事。所以呢，你如果中国不来护航的话，我不跟你开川习会了。打出这一招我也吓一跳，停掉川习会，川习会已经通通那个布局全部都好，安全等等所有的空中海上全部都弄好，他老大说不去就不去了，拿这个来恐吓。我没有想过，因为一般不是说是王毅用川习会来恐吓老美嘛？对，现在变成老美去恐吓老中。这个主客意味了。这个川习会对习近平这么重要吗？这个川习会如果开不成的话，习近平会受到伤害吗？他不是为了川习会，他讲完川习会是卡康准备翻脸啊！如果你中国会反应吗？不会反应啊！你讲你的，我不会理你嘛，当作没听到嘛，没听到他怎么办？他就动手了。他动什么手？他动哈尔科岛，他就动了，他怎么会不动呢？以美军的力量，他怎么可能要去打伊朗？不知道有这个赫姆斯海峡这个问题。对，他们都准备了40年要拿伊朗了，他们什么样沙盘推演都推演完了，几公里那怎么护航，怎么搞，通通都有。而且每一个国家都私下在跟伊朗谈判了，法国也去谈了，英国也去谈了，就欧洲国家都私下去跟伊朗谈说，我的油轮给我过，这是搞的。可是那这个油轮跟川普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。他们一颗油跟他没关系，他是为了他们中东嘛，他是把沙烏地阿拉伯这些家伙铲了嘛，一天有好几百万美金的账进不了嘛，所以他在帮他的中东 partner 解决问题。他卡谁？当然就是要卡中国，卡习近平。那卡习近平我不会理他，不会理他怎么办？他会有后招嘛，他后面招他就有可能动手啊，他有可能就是他可能不要说打哈尔科岛那个。事情太大条，他在海上封锁可不可以？可以。那海上封锁他也做得到啊，他以他的兵力这绝对没有问题啊。所以他如果开始出兵对伊朗下更大的重手的时候，那个后果就更严重。更严重的时候，中国的损失更大。所以我认为他后面有招数。他们本来外面的谣传就是说，在月底之前要结束伊朗战争嘛。对。他最希望就是取得胜利，风光到北京。他这个爱面子是不是希望这样的？结果让伊朗给你拖死狗啊，就跟你赖皮啊，就跟你拖着不放，用时间来换取空间嘛。那这个情况之下，他一定要有一个公卿出来处理啊。那这个公卿，我逼你来当公卿，逼中国，你逼中国出来，可以说中国又不会理他，不理他，他还有他会动手嘛。他不是那么笨的一个人，这个嘴巴叫就算了嘛。他可能就叫他以色列小弟去在干什么鸟事，你不知道。我最近看到的多恐怖，你知道吗？他最近的杀人方式跟以前的不一样。他现在每天，你看他完全掌握空优，掌握空优，他现在用无人机器去一个一个杀，一家一户去杀了。他不是把一个银行给炸了吗？对，把银行炸了以后，他用骇客先进去，搞了几个月。那个是革命卫队的发薪水的银行啊。对，然后革命卫队的那个总司令官啊，从银行账上秀出来啊，他搞了好几亿美金呢，然后他把它公布出来。这革命卫队贪污啊！如果照你这样讲，我今天骇入了一个银行，我把这个银行给炸掉，在银行所有的资料我都有，而这个银行是革命卫队的发薪水的银行，就代表所有革命卫队的资料都在这里面。对，地址。所以每个革命卫队你住哪里，你家里你的这个所谓的金融花钱的状况，我都知道。那你说现在美国最近我们都不知道的状况下，他就利用了这份资料，一家一家的杀。透过微型机器人跑到了这个所谓的革命卫队，然后把这个革命卫队一个一个给端掉。难怪他会知道说哈米尼的二儿子会状况怎么样。他讲的更离谱，他说他的脸部受伤。对，脸部受伤。脸部受伤不是用卫星可以拍到的，那个其实是人事情报就看得到的，那里面就是已经被渗透的严重，所以伊朗是在乱的嘛。所以伊朗的乱的，川普就一直施压，然后在杀人这个部分，他是非常成功的。军事上100%成功，完全空优全部掌握。只是说他这个体系没有崩坏，挺在那边跟他搞，然后他又不愿意用这种地面部队进入嘛，
所以就变成看起来对川普是不利的。那川普又有一个3月31号去开会啊。如果3月31号我跟你习近平去开会，大家吃的那他妈哈拉的好高兴的时候，伊朗传出来又打了一个美军基地，是满脸豆花，他不干这种事情，他干脆先跟你讲说，老子不去了嘛，不去你还跟我瞧，你要来，你现在我不去，真的难看是谁啊？不，那真的大陆很难看啊，中国大陆真的，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新的高峰突起，这个高峰突起的结果，我觉得最后。中国大陆会出来瞧，但是不会帮美国瞧，会帮中东的国家来瞧掉这个事情。是哦，刚才讲，这个打后来根本就是一个情报战。我今天看到一个最惊人的消息 ，Fox News 以前的当家主播，也就是之前川普最忠心的朋友，他还是因为川普他才没有工作对，他是因为川普落选的，不爽他就说，那个作弊，那个投票作弊，他因为讲那个投票作弊，然后呢 ，Fox 受到很大的压力。非逼他下台，我为了你川普下台，我忠心耿耿。就川普现在要整他，原来现在情报资料说他把川普跟他讲的话讲去给伊朗，所以现在的这个所谓的 FBI 正在对付他。对，这个叫做计中计谋中谋。为什么这样说？我们看到那个 Carson， 如果大家对他印象深刻，他是以前福斯的这个当家主播，对啊，然后他以前非常挺川普，就没想到因为川普落选，2020落选，他就一直在网络上，他就一直在节目上面说这个选举有舞弊啦、作弊一大堆。就后来呢，福斯因为这个压力非常大，把他开除。把他开除的时候，那他当然跟川普维持非常好的关系。可是呢，他跟川普之间来说话，在伊朗的问题上面来说，就不太一样的这个意见。对，那你知道吗？他就一直骂川普，对他一直骂这个说，不应该做这样一件事情。他说呢，这个很多行为都被以色列牵着走。可是，在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就是好像美国已经知道说 Carson 会把这些讯息呢通知给伊朗的高层。那作为伊朗高层，所以呢，在今年2月28号要开战之前的时候呢，其实川普邀了 Carson 非常多次到白宫来做客。到白宫来做客的时候，他还跟 Carson 说不会了，我没有要打他的意思，我没有要打作战，这是当时的照片他去白宫就跟他这样讲了之后，就没想到呢。他就认为说 ，Carson 就会把这个讯息 pass 给伊朗，所以 pass 给伊朗之后，这个伊朗方面得到的消息说，美国不会打，所以哈米尼是川普的最好朋友讲的，所以哈米尼呢才会大拉拉的在礼拜6的这个早上的时候，在那边开会，在那边吃早餐，然后最后被干掉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他是一个他连他的朋友都利用了，对他用一个这个计中计的这个状况。那当然，美国现在要调查，为什么？因为事实上这件事表示说，你跟伊朗之间有不为人知的这个交情跟管道嘛。那当然，卡尔森就认为没有问题，因为他目前为止的手机什么相关都被扣查了。现在美国的这个相关的 FBI 呢，他们在调查 ，CIA 在调查，说你到底有没有怎样的一个状况？那卡尔森当然说没有问题，可是你就知道说，事实上卡尔森他应该是被利用了。这个哈米尼之死搞不好他在天之灵，应该怪卡尔森才对。不知道，其实今天让我最好奇的新闻是，马英九文教基金会发了一个新闻稿，然后在讲说，萧旭晨已经离开了，他以后的言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更妙的是说，他说接任的戴霞玲人品端正，操守清廉，你们一直举这干嘛？而且今天萧旭晨不是已经走了吗？你在这个时候等于是捅萧旭晨一刀，萧旭晨2月份就走，他写了，今年2月份已经完成离职交接手续啊，对不对？但是这时候谈他干什么？他个人什么言论行为无关，这个有点警告陶妻的味道，你知道吗？警告陶夫啊，不要这样讲，这个很恶劣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恶劣吗？我现在反过来请教你，宝杰，那他写这个报告，写这封信，写这封公开函是写给谁看的？写给谁看的？你认为写给谁看嘛？写给老公看的。当然写给老公看的嘛，因为会在目前在中南海，台湾最有影响力的人是谁？萧旭晨。马英九第一名嘛，有马习会，这个是一个两岸的最高峰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成绩。而且现在国民党，你现在要去跟中国做接触的代表人物就是萧旭晨。对，这代表国民党，他的职务叫做国民党副主席，是超高层的。对，而你为什么可以当这个位置？是因为你以前是马英九的人。对，就是因为你有马英九的那个基础，让你推高到这个副主席。现在我把你一句话从头帮你否定掉。然后请问你，这不是否定萧旭晨一个人包括否定你国民党这个系统，你这些交涉过程当中，那为什么他会写这个东西？好，反过来，他一定是有所本嘛。你说他这个系统就是你现在郑丽文去跟中国打交道这个系统，我是整个否决掉。他当然是否定这个，他自证清白嘛。你们现在他很马英九有个好处，
他跟中共交往了，他包括带着学生去，整个互动过程当中马英九很干净哦，他一个商人都不接触，他不要跟任何金钱发生关系。但是我们看到萧旭成这个的说法里面，就必然有商业的行为，而且人品端正、操守清廉，而且是用马英九的名义，他才会这样警告。如果不讲到马英九，我为什么警告你？对，所以对方去那边的时候，他一定谈一谈，人家就会马先生好啊，回去帮我问候马先生，好啊，没问题啊，我昨天跟他见面，比如这样讲，哈拉嘛，大家哈拉嘛，这个这边中国人一喝老酒什么乱讲嘛，我跟马先生多少年，10几年，多好，一直讲一些私人小故事啊，没了，现在没了，不是，现在不是没了，现在我告诉你说，我通通知道，你拿我的名义在外面叉嘛。这个是一个全面性否定的开始，那不就毁灭萧旭成？不止毁灭萧旭成，他听到的不只是萧旭成，可能更多。57台每晚9点，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。